to wait for so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yourself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如果他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面对现在的情况？我也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但我想来想去，怎么想都觉得他应该是斗不过向霆锋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霆锋是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最终的宿命是定格在某个高光时刻，供他人纪念或缅怀。而真正推动世界改变的，不管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却是像向霆锋那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意志坚定，为了实现心中的欲望，会竭尽全力。我听说，向霆锋回来，他这次去巴黎下足了心思，法方能说上话的人，他都去拜访了一遍。向霆锋说动了安东尼，应该说在利益面前，他们再次有了默契。安东尼只想利益最大化，他会笑着看我跟向霆锋继续斗下去，哪怕把整个盛装撕裂撕碎，他也会笑着看下去。我们谁坚持到最后，他就会支持谁，没有是非，只看强弱。开爷，我有个想法，你现在有资本的支持，你在这行业内有足够的地位跟资源，为什么不自己创办本新刊呢？你要创新刊，肯定很多人会跟着你的。对呀，开爷，我们干脆把盛装丢给向霆锋得了，我们全都走，我看他怎么做杂志。以你现在的实力，你肯定能做出一本比盛装还好的杂志，干嘛要在这儿浪费人生，跟这帮耗下去呢？袁凯，你说对不对？如果我们就这么放弃盛装，那乔治不就白死了吗？我肯定不会走，更不会拱手把盛装让给向霆锋。我会在这儿奋战到底的。谁现在退出，谁就是永远的输家。我从来都不迷信东山再起这回事，更不会把盛装让给不配拥有它的人。现在是最焦灼的时候，也是快要分出胜负的时候。想要赢向霆锋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办法，我要让他知道，我会不计一切后果，用尽所有办法，终我一生的也要赢他。我必须在纯粹意志上战胜他。乔治因为理想的幻灭选择了去死，我不会。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也不是实用主义者。我会让我自己成为一名战士，
我会付出一切的战斗，直到赢得所有的胜利为止。有事儿吗？向总，刚从巴黎回来，得知陈副主编家里出了点事，过来探望一下。玛丽，你干嘛呢？看望陈。秦密，陈开怡还好吗？好，很好。他人呢？向总，谢谢你的关心。开怡好得很，他只想静一静。哎呀，你这一屋子人呢，骗谁呢？静一静，骗鬼啊！对啊，我这就骗鬼啊！怎么着了？你的。秦密，还有房间里其他的同事，我有一些话想单独跟开怡谈一谈，可以请你们出来吗？谈吧。进去谈吧。总编辑有些话托我转达。我们就在这儿听。就在这儿，会不会有点难看啊？谁觉得难看？有人觉得难看吗？玛丽，你觉得难看吗？向总，总部托您转达什么话给我？行，就在这儿说。总编辑对你最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鉴于这次的事情过于恶劣，严重败坏了盛庄的公众形象，作为总出版人，我也难辞其咎啊。所以我打算让你带薪休假2个月，你也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休假？是您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总编辑还会再找你深谈一次，但是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们都是公司的老人，有些话点到为止，没有必要动得那么僵吧。好，既然这样，我等总部的正式通知。我是总出版人，我说的话就是正式通知。诸位，既然开怡非要我在这儿把话说清楚，那么有些事情我就告诉大家。这段期间，陈开怡的所作所为，总部高层跟我是非常震怒的。但有鉴于陈开怡在盛庄工作了这么多年，大家好聚好散，也给他留个面子。但是如果他依然固执，自视为主编，把总部跟我留给他最后的善意当成是软弱，那他就大错特错。罗彬彬，我在。从今天开始，你接任副主编，接手陈开怡的工作。你们有3天的时间交接，正式的人事任命，等总部通知。好。听说你丈夫被拘留了，你也趁这个机会去探望探望他。你也劝劝他，做人做事不要那么冲动。
他可以不管不顾，但毕竟也要考虑你的面子嘛，不是？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我先生的遭遇和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不要在谈论工作的时候，用你那虚伪的关心来讨论我的私生活。至于你说的停职，我就这么说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办公室拆了，10分钟之后我会在新的工位上继续工作。就算你已经打通了总部所有的人事关系，也别想让我离开我的工作半步。你这是要撕破脸啊！我刚才可是给你留足了情面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局面。只要对盛庄的收购没有签订最终的合同，只要你我双方找的资本还在博弈，你我萧红雪就会一直困在这个局面里。你赶不走我，我也弄不走你。以前我还会顾及杂志，现在我不会了。就算我们亲手把每一页盛装撕碎，我也绝不会妥协。我现在就可以对外宣布，盛装休刊2个月。这2个月里，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付你。很遗憾，你不爱盛庄，但是我爱。留在这儿的同事都爱。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盛庄不是你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它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盛庄能有今时今日的影响力跟地位，也不是你一个人创造的，它是所有人的劳动成果。你怎么能够因为你自己没有了权利，就以为你自己有资格能够跟盛庄一起玉石俱焚呢？是谁给你的这份傲慢跟愚蠢？除了版权页上印着您的名字，向霆锋先生，你有认真的、完整的看过盛装上的内容吗？任何一期内容？你到底知不知道盛装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它为什么而存在？你知道盛装每一期的改变和区别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爱盛装呢？陈开怡，你疯了！我确定。等你情绪平复以后，麻烦你跟鲁冰冰交接工作。邓文，在呢。现在对外宣布，盛装因内部整顿，休刊2个月。谁敢发布这样的消息，我现在就开除谁。专题组因为人手严重不足，杂志内容部和新媒体部之间的分歧到现在都还没能解决，杂志第3期的销量和杂志内容也是一落千丈。我作为盛装专题组的总监，我支持杂志休刊整顿。你在说什么？休刊2个月，广告怎么办？那些包全年的广告品牌怎么办？这算什么？这叫背信弃义，公开无视契约精神，会被整个行业封杀。盛装在第3期、第18期、第70期都休刊过。第3期，因为当时能够支持我们预算的印刷厂突然倒闭，以至于杂志无法下场，只能休刊。秦敏喝到胃出血，为公司谈回来20万的订单，支撑我们换了一家新的印刷厂，你都忘了吗？第18期，因为当时盲信法国品牌的指导意见，导致内容操作不当，出现重大失误，印好的杂志根本不能上架，只好休刊。那次休刊期间，乔治和我重新确定了盛装的内容原则，并升级改版，敲定新的视觉风格，提出盛装新的 slogan： 抵达美，捍卫美，一直延续至今。第70期够了。怎么？我说这些你也觉得刺耳吗？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在关键时刻休刊，短期看会对一本杂志造成影响，从长远看，却是能长久的让一本杂志活下去。
你不是的，你现在这么做，无非是想要在这个职位上面长久的活下去。不，你错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活下去，我只是要让你在这个职位上活不下去。我跟你们说一事儿啊，别出去说。赶紧说，别磨叽。上午，鲁彬彬以为陈魔头要对付他，我看着他那个心里都在打鼓，那叫一个忐忑。结果跟着向总去了一趟，发现陈魔头根本没搭理他。吵完架回来，郁闷死了。要不是他使劲搅和，盛装也不至于到休刊的地步。谁说不是呢？哎，对了，李娜，蔡飞怎么一直都没出现呀？你要不要跟蔡飞打听打听，看看萧红雪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呀？最近也没怎么见着他呢。你俩闹别扭了？没有啊，你少来，蔡飞是萧红雪的亲戚，你是一心向着陈魔头，你们俩不尴尬，也不对吧？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现在公司里谁跟谁不尴尬？你就说秦敏跟 Mary 跟邓文，潘西伟跟罗汉，罗汉跟严凯，于晶晶跟我们，全都尴尬，尴尬。太尴尬。小然然，我们怎么得罪你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但事实确实是啊，现在是大厦将倾，我们得赶紧自谋生路了。谋什么生路？这戏这么精彩，不看到大结局，我可舍不得走。那你说大结局谁会赢啊？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啊。千万不要问蠢问题啊！我不忍心再伤你的自尊心了。不是，你说这个向总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新的投资人了？之前都说陈魔头找的是天价投资人，怎么就这么快找到另外一个？是谁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你太慢了，真的。慢点！我追你了！我让你，我让你，让你。让我？来啊！你不是运动员吗？我要跳车。最后一题，在盛装最不能得罪3个人是谁？秦敏、鲁彬彬、赵鑫。为什么？因为那个秦敏就是他知道别人特别多小秘密，所以他那个不能得罪。然后鲁彬彬就是因为他那个特别奸诈狡猾，赵鑫就是因为他那个脾气特别不好，他见谁就杀。吃饭。谢谢老板。
不要吵了，好不好？我爱你。我知道，这段时间你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我保证，等盛装说过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带你去度假。罗梦好不好？你可以松开我吗？我只有在抱着你的时候，我才感觉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我想回香港，我想回家呢。你再忍耐一下。陈开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今天宣布休刊，他已经阵脚大乱了。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我已经撑不住了，向霆锋，我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你现在已经找到新的投资人，对你来说我已经没有价值。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帮你上位。我要你做盛装的主编，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想去抢别人的主编来做。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很害怕见到你。怕我？你为什么要怕我？因为你心里面住了一头怪物。我已经见到那头怪物，他把我最爱的向霆锋一点一点给吃了。我真的不想再看下去。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还是感冒了？我帮你倒杯水吧。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很久以前，有一条恶龙祸害村里，所以每一年劝你们的人会找一个勇敢的人去杀恶龙。有一年，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勇士说要去杀恶龙。那个小勇士到了恶龙的巢穴，他见到那头恶龙，他吓怕了。因为那条恶龙就是他的哥哥，他才明白，那些勇士没有被吃掉。你爸爸怎么能够在你这么小的时候就说这么恐怖的故事？欲望就是这么恐怖的。我爸爸常常提醒我，千万不要给欲望给支配。因为欲望的背后就是恐惧，你有多大的欲望，就要承受多大的恐惧。霆锋，只要你现在停止这一切，任何时候停止，都没有人会怪你的。停下来，你知道我停下来，我就输得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懂，这对你来说只是4个字而已。你真的能够体会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滋味吗？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承受过苦难和贫穷，用来绑架我们现在的判断呢。绑架？什么叫绑架？那天在酒店，你为了不让我回香港，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你跟我说，你那天开车出去，就是要撞死自己，发生的车祸并不是意外，你就是要死。你说，如果你失去了盛装的控制权，就等于失去了我，已经没办法再活下去了。对啊。我说的是真的，我就是想死。我一直都不了解，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失去了盛装，等于失去了我。你说你是白手起家，你一路上经过了嘲讽和冷眼，你看着我很有自卑，所以你没有选择，你一定要出人头地。但是你现在已经拥有了所有了。你相信我，我们这次赢了陈开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我发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很快就会能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你觉得你现在还有生活吗？你现在还要生活吗？霆锋，你知道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几年一起经历过的，其实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不是这样，我只是你这个世界上最想拥有的人。你怎么能够这样评价我们的感情？你怎么可以侮辱我们的爱情？爱情？你对我，你有爱情吗？我什么也愿意为你做，我甚至愿意为你去死，这还不是爱情吗？我是对你很重要，但你并不是爱我，你只是用我来证明你拥有爱情，你根本就不懂爱。你已经被恐惧牢牢地抓住了，难道你没有意味着这个事情吗？你是不是疯了？你跟陈开怡一样，你们都疯了。现在是最后的关头了，现在比的就是谁能够扛得住压力，谁往后退一步，谁就万劫不复。陈开怡已经豁出去了，他已经豁出去了，你呢？你还在跟我讨论爱情？你是不是疯了？真的要好好看一下你自己，你现在就是一头怪物。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等消息呗。什么消息啊？过来坐吧。你们一个个的怎么了？哎，你们要都在这儿，我就不给你买了。我先上去，我那稿子还没写完呢。哎，你上去呗，反正我们已经提醒过你了。真停刊了？你说呢？你停刊也得上班吧？哎，姐，他们都爱逗我，就你最好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么个情况啊，今天陈开怡在公司，肖同学也在，然后呢？然后现在就是黎明之前的黑暗，他们两个中间一定会决出一个胜负，在他们决出胜负之前，咱们干什么都是错的，这回懂了吧？快过来坐吧。
喝一口吧。向总早，肖主编来了吗？来了，陈主编也在。卢总监，卢总监，向总来了，向总来了。欣姐，欣姐，向总来了，向总来了。卢总监，卢总监，向总来了，向总来了。现在的局面，2打1，诸位怎么看呢？韦冰冰啊，心机够深的啊！让玛丽把我们骗到这儿，把我们圈在这儿，没法帮开怡。玛丽，你的演技吼吼啊！说什么事关公司安危生死Mary 说的没错呀，他也没骗你呀。现在就是公司的关键时刻，如果陈开怡一意孤行，一定要休刊。想象一下，朋友们，造成的损失能有多大？哎，那我们几个坐在这儿有什么用啊？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吗？再说老鲁，你不觉得我们的关系有点尴尬？我觉得呀，我当然觉得，所以我才把大家每一个人聚在这里。当然，我用的方式比较灵活，但是呢，我敢保证我是为大家好。哎呀，姐，先别着急，来都来了，听他说完吧。今天这个局是解决问题，我真的是思前想后，我想了很多很多，现在是时候了。呀，那你就不要再卖关子了，赶快说。你说呀。神经病！哎，姐，来姐，等他说完我们再撤。盛装真的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这样撕裂下去了。无论是陈开怡、向霆锋，还是萧顾雪，谁赢，我们至少都有一条活路吧，是不是？所以我把大家聚在一起，我想让他们3个人单独聊聊，就他们3个人。然后呢？然后谁赢了，我们就支持谁呀。哎呀，还是那句话，盛装不能再这么撕裂下去了。但我怎么觉得你是笃定向霆锋会赢呢？我没有笃定啊，赢面比较大而已嘛，那也是4、6开呀。陈开也有4成把握可以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了。各位，你们谁想看到盛装死在自己手里啊？对吧？喝茶呀。小米，看看能不能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保持联系。加油啊，加油！谢谢。是在等我接电话吗？我现在就去。很难得，我们3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一起讨论。我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我走之前，
你们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我不会同意你回香港的。我们的事昨晚说得很清楚了。从今天开始，我会用一个你更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爱你。我对你们之间的私事毫无兴趣。你着什么急啊？控制权之争，我势在必得。但是我更愿意让红雪看到一个她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如果你选择跟我合作，我可以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很简单，出版人、主编、副主编，关于内容，你说了算。我跟红雪是负责商业运作跟资本，只要是牵涉到内容的，我可以承诺，绝不干涉。你之前对红雪有那么大的敌意，最大的抵触就在于担心我们会触碰内容那一块，盛装就不再是你的盛装了。现在把规则讲清楚了，你应该接受。这不是我要的妥协程度。你想要什么？你出局，我做出版人，萧红雪主编，严凯副主编。这不叫妥协，你说的是笑话。我管你用什么样的字眼，这就是我能接受的底线。我走，他留下，行不行？红雪，我们联手，他没有胜算的。你留下，他走，我们联手，盛装一定会变得更好。梦幻般浪漫，迷途能返，烟花般绚烂，原地打转。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慢慢。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